Hello，大家好，我是一元。在上一个影片发布之后呢，我看到的评价其实也是挺两极化的。就是一方面支持代打存在的玩家会觉得说，如果官方他这样子去限制了代打之后，可能那些氪金的玩家他们会离开，他们不玩，就会减少游戏的收入，可能会让游戏阵亡的更快，死得更快。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一些玩家会觉得说，他这样子限制是好事情的，这样子我正常的玩家才可以继续在这个游戏里面玩下去嘛。但是我觉得说，除了代打的问题之外，其实还有各种的原因影响到玩家弃坑不想要玩了。所以今天算是整理出来，我个人觉得说，在这个游戏之中，哪一些部分是应该要去除掉，有哪一些部分应该要留下来，或者是需要去改动的。我们先回到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万国觉醒是一款什么游戏？是一款战斗游戏，即时战略 SLG 的游戏。但是你们可以发现到，你真正在打仗的时间其实很短而已，就是你做日常的活动比打仗时间还要更多。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钱去做好你的装备、军器，并且觉醒统帅。假设说你的 KVK 战斗的时间很短的话，那么你花这些钱在这些地方是做什么东西用？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匹配问题嘛，一直没有办法去解决。官方讲了很多年，讲了到现在已经8年的时间了一直要去修复匹配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办法去完成。虽然是说他们现在有什么先锋战力线啊，让先锋王国的战力不要太高，然后还有搞什么一个阵营里面有好几个王国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匹配出来的实力呢还是很不均匀的。尽管近期有一些 KVK 可能比较平均一点啦，但是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玩家的账号实力如何。你不能保证一个王国他的玩家全部的实力都是接近的，所以我才会在上一个影片中有说到，官方或许他们可以考虑另外一个机制，就是在一个王国里面可以安排有多少个 S 等级的玩家， ABCD 等级的玩家多少个，来判定这个王国是属于什么等级的王国。就比方说，如果要判定先锋王国的话，可能它有超过80%的玩家全部都是 S 等级的，那么这个王国可能就是先锋王国。那如果是 A 等级的话，就会降低一点，或许是60%， B 等级40%， CD 等级可能是低于20%， S 等级的玩家这样子来判断，或者是以玩家的数量为基准。我觉得这个才是匹配一直失败的主要核心问题啊，就是差距太多了。因为如果官方他们一直用其他的方式来去计算的话，就比方说像这种数据啊，又要看对方的科技活跃度、击杀战力这些东西来看呢，虽然也是匹配的元素之一，但是你也是要考虑到如果上一场 KVK 这个王国打得特别凶狠，或者是他有种田的话，其实也是会影响到这个数据的。就比方说像这个是1093的数据，他在上一场 KVK 确实很强，也很活跃，他们拿到的击杀重伤也是很多。但像他们这一次 KVK 是完全种田的情况下，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打架的，那是不是表示说他的数据会在下一个赛季的时候减少了很多呢？但是他们整体的数据呢，其实是比起官方这边所给出来的数据还要来得更高更厉害的。所以我是觉得说，官方的匹配系统至今为止依旧还是有很多的漏洞。虽然我也不清楚它到底是怎样计算的，我也知道现在没有一个玩家可以准确的说出官方他们到底是怎样匹配的，但是我是觉得它这样子的计算方式其实也是不太安全，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需要调整，不管是玩家的人数、玩家的质量都要有。所以这是关于匹配的一点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实际是怎样算所以也不讲那么多。会讲到匹配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打架嘛。假设说你没有东西可以打的话，玩家自然而然就会去玩别的游戏。就比方说，如果我真的要种田的话，为什么我玩万国觉醒，我玩其他的养成游戏不好吗？匹配的问题说完之后，我们要讲的就是粮草储备的问题。玩家其实有时候并不是说不想要打架，而是开销真的太大了。那你们可以发现到，其实改版之后的水晶科技是比起旧版的开销还要更多
你们应该有发现到吧？因为我们现在水晶科技就变成说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已经可以开到40万的部队了，所以就是你带的兵出去更多，可能你重伤的更多，你战斗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因为我们的水晶科技让我们的生命值跟防御力提升的比较高嘛，你战斗的时间越久就会损耗越多，所以严格来讲现在我们的资源加速消耗是比起之前还要更多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玩家如果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一些副本活动，或者是去氪金养自己账号的话，其实他们要恢复自己的加速资源是非常缓慢的，所以我才在之前有提议说，如果 KVK 失败的王国可能可以让他们恢复得快一点，就是官方退还一些加速或者是资源额外的给这些已经失败的王国。因为胜利的王国虽然他们没有办法退回更加多的加速资源，但是他们已经拿到 KVK 的奖励了嘛，不管是占领的奖励还是征服者之争，对于他们来说是有加强的。但是对于那些失败的王国，他们只要一失败之后成本就会很高，所以我是觉得说官方他们可以设置一些王国就一定要有击杀量啦，或者是有治疗量，确保那些王国他们不会以种田拿奖励的方式来跑漏洞，就是你一定要到达这种成就之后，你的整个王国才可以返回多少的额外加速或者是资源给你，就是你一定要有付出才会有收获，而不是说你白白的种田就可以拿到这些东西。在这个游戏中占大多数的玩家其实还是微氪或者是平民玩家，你想要让他们有动力持续去玩这个游戏，持续去打仗的话，这个就是最好的做法。尽管官方他们是已经推出了很多的活动啊，可以让我们去拿到加速资源等等，但是其实你拿到的数量是很少的，而且要花很多时间去完成这些活动。那我不说其他那种 PVP 的活动了，我们讲 PVE 的活动，就比方说像赛罗利的危机、赛罗利的迷津，虽然也是挺好玩的，我个人也是挺享受这些副本活动的，但是你就是需要花额外的时间去完成这些活动，才可以拿到少量的加速资源，还有材料等等。而且官方给的副本活动其实有一点多，像什么黄金之国、盗贼活动、牛车、寻找地图的活动等等，活动的元素是蛮多的。可能一方面官方不想要让玩家闲下来啊，也是想要让他们通过干的方式去获得这些奖励。但是我觉得官方要知道一点，就是不是每个玩家都是这么有空的去完成这些活动。或许有些玩家他们是真的愿意去付出这些时间还有精力去完成这些活动，拿到额外更加多的加速资源、材料等等。但是占大多数的玩家，其实他们可以抽取那个时间去玩这个游戏的人是很少的。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有一些玩家他们在 KVK 里面打的特别凶狠的话，其实可以返还多一些加速给他们，而不是单纯的只是判定这个王国他们战斗到什么等级。像现在有分成3种等级 A、S、S 加而已，但有一些比较弱的王国他们没有办法战斗到 S 加等级，拿回来的一些奖励那些就没有这么多，但是他付出的可能就是像 S 加等级的玩家类似的付出。我是觉得需要更加细节的去计算这一点。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啊，像我之前就有提到过的登峰造极的问题。现在登峰造极有保底之后，有不少的玩家其实他们一直不敢去用自己的加速资源，想要把自己的加速资源留到等登峰造极，然后拿一个全属性的皮肤。尽管这些玩家也是已经拿到皮肤了，但是他们还是要等。我是觉得说官方他们可以推出一些皮肤是通过你的 KVK 付出贡献了多少，或者是像他们新推出的什么赛季功勋来去判断这个玩家有没有机会去拿到这个皮肤，不要只是光靠玩家提升战力或者是花钱去拿到这些皮肤而已。他们可以通过更加多的渠道让玩家去获得这种皮肤，有付出就有拿到，累积更加多的击杀，或者是阵亡更多的玩家。因为像我自己的情况，其实我也是一直想要拿登峰造极的皮肤，但是我这个账号至今为止没有一个登峰造极的皮肤，就算有也是大概几天而已，就比方说像这种30天的。但是比较起皮肤，我会更加愿意花我自己的加速资源在战斗，所以就一直导致成到现在我都没有一个登峰造极的皮肤。就你要针对这种玩家而去设计一些皮肤对于我们这种使用的。还
有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玩家流失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王国管理层可能没有其他人去照顾他们，没有其他人去管理王国了，所以导致到这些玩家都离开了。因为我在之前就已经有跟大家讲过，其实王国最重要的并不是国王，而是在这个王国里面负责去管理的这些玩家。如果没有这些管理层存在的话，这个王国距离灭亡也不远了。就好像无头苍蝇这样子，也不知道做什么东西，也没有各种关于王国的资料等等。这个也算是近几年来万国觉醒做到比较不错的地方啊，就是他们有减轻了一些管理层的负担，而不是让一个职位专门去做这些事情，现在都可以分担了。但是我觉得他们改动的有一点太迟了，有很多玩家其实都已经离开了。除了先锋王国之外，我相信其他等级的王国应该管理层就只有那几位而已。假设就连那些剩下的管理层都离开的话，他们的王国距离解散应该也是差不了太久。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现在伺服器真的太多了。伺服器多的话，玩家就会很散，他们会移民到不同的王国去。而且我感觉，就算他们现在已经推出了合并系统，但是好像跟没有推出之前差别不是很大。因为像我的王国，依旧那个人数还是这么少，没有感觉有更加活跃起来的样子。因为我们大多数的时间呢，还是待在自己的王国比较多。尽管现在官方是已经把 KVK 的时间报名的时间说的越来越短了，几乎你1个月就要报名一次 KVK 了。但是你在休息的时间，那1个月是没有人在帮忙你去打理王国的，没有人跟你聊天。你在这个游戏里面没有羁绊的话，其实玩家离开的会更快。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可以放缓开新伺服器的速度，然后让一些玩家尽量的就是移民到同一个王国里面去。可能他们需要改一下王国的机制啊，就比方说如果这个王国的活跃人数真的太少的话，就会关闭或者是强制的去合并，让他们尽量在一起。当然官方也是可以在特定一个时期就是提供这些玩家免费的移民令啊，因为有时候玩家不是说他不想要走，而是移民令真的太贵了。尽管现在我们每个星期都可以拿到一张免费的，但是有些玩家他们可能凑不起这么多的移民令，所以他们能够移民的次数其实是很有限的。所以我是觉得说官方他们可能可以在特定一个时期的时候推出整个伺服器移民完全免费的一个活动，让他们去寻找新的家园，移民到一个人比较多的王国，或者是有强制他们必须要移民到某一些王国才可以。当然我这个方法不是最好的方法，毕竟这个是我自己想的嘛，他们有整个团队，他们可能可以想到一些更好的方法，让玩家聚集在一起，活跃度提升，玩家出来说话，有人陪你玩的时候，自然而然你就会继续留在这个游戏，就有人去讨论，就有 drama， 游戏的热度也是会提升起来的。所以以上就是关于我对于游戏里面需要改动的一些核心问题，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其实我们也是需要去要求策划他们去改动的，但是今天这个影片呢没有办法全部都讲完啦，我只能讲一些比较重要的。当然我的方案不是最完美的，但是至少我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官方应该要从哪一边去下手，在核心的问题。当然我也是希望各位观众在看了这个影片之后可以写下你们自己的想法，你们觉得问题出现在哪里，要如何去解决，我们要去拯救这个游戏。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